這親人度絕對是滿分，只要是看到我就瘋狂的追。不過放這裡曬個太陽的時間怎麼就丟2只嘞？大家看一下这2個家伙長大了沒有？之前翻修房子，把他们窩給拆掉了，他们的父母棄窩了，所以我就帶回家把這幾只鴿子養起來了。另外2只飛到這裡來了，他們2個稍微大一點。這一只是魔術鴿，這個家伙是魔術鴿和斑鳩的孩子。這個斑鳩的基因太強大了，他們雜交之前下了好幾次蛋，全部都失敗了，這是唯一一次成功的。小家伙還長這麼大了，不知道他們2個以後還能不能繼續繁殖。不過前提是他們不飛走，到時候再說吧。總之這幾個家伙都還挺不錯的。房東來電話了。好的。房子租約要到期的，最近一直愁找新房子，更新頻率都要變低的。還好我朋友告訴我，租房子還得是58同城，省心又省錢，超多房源，房東直租，沒有中介費，能省不少錢。現在啟航租房節，優質房源先到先得，更有機會享千元立減，租房子發房源，我推薦58同城。房子租好了，58還能隨時約保潔，超方便。先給他們做飯，不然的話一直追着我，還咬我的腳。奶粉來1勺，2勺就可以了。奶粉買不起，給他們加點沙在裡面吃，不過分吧？然後鴿糧也買不起，給他們加點小米，將就一下。為了節約用電，我的水就燒45度，給他們沖奶粉，攪拌均勻，然後就可以給他們吃了。只要我把這個碗拿過來，勺子一動，他們就知道免費的食堂要來了，全體追過來了。之前有好多兄弟問我小鴿子怎麼餵，他們也不知道張嘴。其實鴿子是最簡單的，如果餵奶粉就用注射器比較方便，這種裡面有其他糧食的話，就用勺子手在它嘴邊撫摸一下，他們習慣了就會張嘴，然後直接倒進去就可以了。有沒有覺得很簡單？而且我覺得他們基本上嘗不到味道就一步到位了，速度特別快。更重要的是，鴿子有素囊，吃飽之後可以管4、5個小時。我現在一天就給他們吃3餐，所以特別省事兒。不要急，兄弟們，排隊一個個的來，都有份兒。好像就這個魔術鴿沒有餵了，它是這幾隻裡面最弱的，之前差點掛了。這麼大一碗全部吃完了，有沒有覺得吃完之後他們身上特別髒？是因為我在裡面加了保健紗，平時的話還是挺乾淨的。保健紗一般的3、5天我會給他們加1次，補鈣的。差不多也吃得7分飽了，下一餐就給他們餵奶粉。我估計這幾個家伙長大之後都特別親人，因為現在只要看到我就瘋狂的追我。其實我主要對這個家伙興趣度挺大的，不知道他以後會不會飛走。這2天他總是喜歡往外飛，雖然飛不遠，而且最不親人的就是他了。一切隨緣吧，以後再說，先把他們養大。自從柿子要成熟之後，每天都是各種鳥在上面偷吃啊。我過來找一下鳥，看一下八哥啥的有沒有在上面。發現這個貨正在這裡偷吃的，看，這個柿子已經吃了一半了。這裡還有幾隻魔術鴿。你們幾個吃糧食的待在這裡幹啥呀？水果又沒興趣。今年的柿子長得挺好的，不過越來越少了，都被這些小鳥給偷吃了。這個柿子已經被吃了一半了，已經成熟了。都這個季節了，蜜蜂還來湊熱鬧嘞。我們要小心一點啊，被蟄一口不得了啊。反正這些柿子每年我們都沒摘過，全部都留給小鳥了。今天來選一個，等一會兒看一下狗皮膏藥吃不吃柿子。這一個應該成熟了，就你呢，還破了個洞。這幾隻絲光椋鳥，天天不是偷小雞飼料，就是偷面包蟲。這幾天又天天開始吃柿子，所以說它們也不跑了，就在家門口附近，反正總是有吃的。這裡還有一隻公的，母的去哪裡了？看，這吃的多開心吶！所以說根本餓不到它們呢。母的也被我發現了，都在偷柿子嘞。你們對比一下，母的是不是長得比較醜？公的顏色特別漂亮。走了走了，我們站在這裡，其他的野生鳥想過來吃柿子都不敢靠近，不打擾他們。
哎，你这家伙，你怎么不去吃柿子啊？在這扯我多肉。這是餓炸毛了，還是剛洗完澡啊？應該是剛洗完澡，也餓不到它。這兩隻小八哥也是天天飛到家裡面去偷吃小雞飼料。我去給他們做個消音器，可能家裡放的飼料沒有了，好久沒做消音器的，不得已啊，不然的話他們天天偷吃我的多肉，難搞哦。特別是這兩隻小八哥，自己天天也不出去找食物，準備啃老嗎？哎，明年繁殖期到了，你們兩個趕緊跑吧啊！這兩隻八哥就是今年別人給我的蛋，然後我孵化出來的，已經換好羽毛了。這一隻絲光對消音器還有興趣嘞，主動飛到我手上來了，把八哥都趕跑了。看，換好羽毛後的絲光兩鳥，太好看了。而且他們幾個好像還偷偷的學會了說話，應該是和二驢學的。我聽到過幾次，不知道哪一隻。消音器吃完了，放一個柿子放在這裡，記住這個味道啊！吃完了就自己去摘，不要再偷吃我的多肉了。快去，都嘗一下柿子的味道。食物太多了，總是偷吃我的多肉幹啥嘞？這個絲光換好羽毛之後，真的太好看了。希望明年他們能在我們家附近繁殖。預計不出意外的話，不會跑。回家休息一會兒，太吵了，一群麻雀都在偷狗子的飯吃，嘰嘰喳喳的，太多了。狗子，想吃東西嗎？來，過來，給你搞一點你從來沒有吃過的東西。中秋節沒有吃完的月餅，據說今年的月餅都沒人吃了，是真的嗎？我一直覺得月餅還挺好吃的。看這個顏色就挺好吃的，我先來一口。哎呦，這味道還可以啊，味道還不錯，又來了一口。剩下的給狗子吃，狗子不吃，給隔壁的貓吃。隔壁的貓是聞到味兒了是吧？我一說要給狗子搞好吃的，它就不知道從哪裡冒出來了。來試一下，看狗子有沒有興趣。這麼好吃的，你咋不吃嘞？我都幹2口了，還是這個貓不挑食啊，給它馬上就吃了。誰說這個月餅不能吃的？看我和貓吃的多香。給你的時候你不吃，人家貓吃的時候你還在旁邊流口水。來，你吃你吃，我就不信了，狗子連月餅都不吃。它好像覺得有毒一樣。算了吧，讓貓吃。那個貓吃了2口也不吃了，看來他們對這個月餅都沒啥興趣啊。等一會兒給果凍試一下。今天早上太陽挺不錯的，好像升溫呢。看他們倆玩得多開心。今天還沒趕上餵吃的嘞，馬上去搞點火腿腸給狗子吃一下。這狗子太挑食了，它特別喜歡吃那個雞肉牛肝，但是每周只能給它吃1次，不然的話養不起啊。這火腿腸它也不吃，等會兒給隔壁的貓吃吧，貓怎麼也不見了。然後再搞個月餅給果凍試一下，它是不挑食的。完了完了完了，這個月餅連果凍都不吃，這是怎麼回事啊？這我吃起來味道還可以啊，你也不吃是吧？你們這一個個的現在生活過好了是吧？連月餅都不吃，算了吧，放這裡讓螞蟻吃，要不是狗子舔過，我就把它給吃的。其實味道真的還可以哦。兄弟們，再過幾天就要放國慶節了，你們有什麼安排嗎？猜一下，我拿刀去幹啥？這不，國慶放假哪裡人都多，所以說嘞，我準備去山上砍一根竹子做一根魚竿，沒事在河裡面釣釣魚，多省心吶。路過河邊的時候，先過來看一下資源怎麼樣。好久沒來這裡釣魚了，就你們釣魚佬的專業程度上來看，這裡的魚情怎麼樣？有沒有搞頭啊？對的，順便讓貝貝在這裡面洗個澡，又節約了不少水。走吧。哎呦，剛到河邊，看我看到啥了？一條擱淺的小白條，這還挺大的吧？看這個塊頭，和貝貝差不多長了。還好遇到我了，你運氣真好。放生，早點回家。
從這個情況上來看，這裡的魚真的很多啊！看來在這裡釣魚是沒有錯，可惜今天魚竿都沒有。這個家伙膽子有點小，也不洗澡。算了算了，我們還是去找魚竿。在山邊撿了一根，剛加工了一下，其實還可以，就是太重了，不要了。山上好多小動物啊，剛刚2只小松鼠在這裡吃板栗，可惜它們的速度太快了，沒拍到，尾巴特別大。這些板栗都沒人要，都是野生的，所以說基本上都是被野生動物給吃了。這玩意兒居然沒被野生動物給搬走，山上也挺多的，可能是還沒成熟吧。我們就在這個位置找一根趁手的兵器，砍了2根，加工出来看一下什麼情況。感覺一般般呢。這一根挺長的，但是有點重，不合適不合適。這一根稍微好一點，但是不喜歡呢。再找一下，這一根還可以，就是有點短，差不多1.8米這個樣子，將就一下吧。反正我對釣魚沒啥講究，愛上不上。看，在旁邊的地上還看到一個鳥窩，這真的是走哪兒都能碰到啊。這是白頭杯的鳥窩，應該是別人在這砍竹子的時候給它弄掉的，是個空的。走吧走吧，我的目標魚竿已經找到了，可以回家了。等这幾天有時間就過來釣魚。回來了，這狗子真聰明，它知道我帶着貝貝，它今天乾脆不跟着我一起了。回來之後看到貝貝在我頭上，它立馬離我遠遠的，它也害怕把貝貝給嚇着了。好，國慶節放假，到時候釣魚我就帶你去。這一下你跑不了了吧？這該死的兔子，一天要越獄800次。剛在別人家菜地偷吃南瓜，被我逮到了。回來之後，我把布丁以前小的時候的鐵鏈找出來了，這一下終於派上用場了。狗鏈拴兔子，你們見過嗎？這家伙天天越獄，在野外待了很長時間，現在野性越來越明顯了，和我也不親了。剛剛我還說用鐵鏈拴着，帶它出去吃吃草，培養一下感情。沒想到失去自由的他沉默寡言，動都不願意動一下。看一下你的小伙伴，不聽話被拴起來吧？你要是不聽話，結局也是一樣的。來，過來，狗子，交給你一個任務，你帶着兔子出去溜達一圈，培養一下感情。我覺得自己真的是一個人才。看，這樣把它們拴在一起，兔子就跑不掉了吧？而且特別安全，還有一個保鏢。本來我是想讓布丁帶着兔子玩的。結果你們看一下，這反客為主啊！兔子把布丁帶着到處跑，越跑越遠。還好拴着在，如果不拴着，也不知道兔子又跑到誰家的菜地去了。這狗子也是個奇葩，居然被一隻兔子帶着到處跑，兔子去哪裡它就跟到哪裡。這是產生分歧的嗎？我們看一下誰聽誰的。看，最終狗子還是跟着兔子。這不滿足狗子的願望了嗎？它就喜歡和兔子玩，這一下想跑都跑不掉了吧？不過這也不是長久之計啊，先把狗子給放了，兔子肯定是不能拴着的。事實證明，兔子散養久了不互動真的不行啊！這家伙現在是越來越野了，而且自從我的菜地被我挖出來種菜以後，它沒地方吃草了，就去別人家的菜地天天偷。每次我去抓它的時候，它都跑得特別快。它知道我要把它關起來，但是放在外面肯定是不行的。來，你們倆現在可以在一起玩一會兒。我猜這狗子看到兔子都有心理陰影的。看，它直接換地方了。長這麼大，被人牽着也就算了，今天被兔子牽着。好嘍，你也可以被關起來的，大概率這個狗子以後不會和你玩了。你小子記住了啊！以後不要什麼動物都過來湊熱鬧，指不定下次是啥動物溜达你了。差點忘了，剛剛裝兔子的這個箱子還放在這裡忘拿了，這狗子還在這裡幫忙守着嘞。謝謝你啊，你真是一條好狗。箱子帶回家放好之後，發現狗子這樣看着我，幹啥呀？你這是咋了？沒小伙伴玩啦？哦，我知道了，餓了，今天還沒餵嘞。這個好說啊，我去給你搞點吃的。
等一會兒啊。从蛋孵化出来的小八哥真的特別親人，我都1、2個月沒管他們了，我去哪裡他們還是喜歡跟着。這不，我出來逛了一圈，他們2個又跟過來了。不過最近在換羽毛，飛行能力不強。過來。其實我是不想讓他們上手的，這2個家伙有一個特點，特別喜歡咬人。哎呦，太痛了，也不知道跟誰學的。好肥呀，這一隻基本上都放着在。天天都在偷飼料和面包蟲吃，也不自己找食物。這是另外一只，換毛比較慢一點。最近把它關到籠子裡面，關了差不多有1個月了。哎呀，原因太多了，沒法說。飛行能力它也比較弱一點，所以說也算是对它的一種保護。等羽毛換好之後，就不用管它了。這2個家伙自己偷偷學會了說話，會說過來。別的沒聽到，沒教過。飛一下。以前他們倆形影不離，自從把另外一只關了1個月，現在他們都各玩各的，見面就打架。看，剛剛逛到這裡，別人正在澆花嘞，他們2個估計渴了，也不客氣啊，直接飛過去就開始喝水。有一只還試圖進桶裡面洗澡。羽毛換好之後，到明年春季要進行野化訓練了。走了，去別的地方。等到時候他們和野生的八哥多混一段時間就好了。然後你們看一下啊，我到田裡面來了，我圍着這個玉米杆轉圈圈，他們2個一直跟着轉，追着我，就怕我把他們給丟了。今天這麼親人，我覺得有點反常。等一會兒回去看一下，是不是面包蟲吃完了。這圍着這裡轉，再轉2圈，我覺得我可能都要轉暈了。走了，回去。剛還給他們抓了幾個螞蚱，我回去看一下到底什麼情況。今天這麼親人，回來之後一看，的確是放的面包蟲都被他們吃完了。然後昨天買回來的面包蟲還沒拆開嘞，他們吃不到，難怪這麼親人。但是也難不到他們哦，就一會兒的功夫，袋子就被他們啄破了，開始在吃了。好吧，從現在開始有吃的，又不會理我了。總之吧，這些家伙就是誰能給他提供食物，他就跟誰好，其實一點感情都不講。要說有感情，也就貝貝對我是真愛。他的羽毛也換好了，一出來把2只小八哥都嚇跑了，每次出來都要暴揍他們一頓，所以說現在已经怕他了。前段時間大家都說他醜嘞，現在不醜了吧？而且這個羽毛還沒有徹底換好，鳳冠還會再高一點。再等幾天就差不多了。就它是真爱呀，也不咬人，也不問我要吃的，特別棒。你們能夠聽出這是什麼鳥的叫聲嗎？一隻紅嘴藍鵲的幼鳥，叫聲特別明亮，在這個草叢裡面。我剛才在這個山上面就聽到竹林裡面有好幾隻紅嘴藍鵲的幼鳥在叫，然後下來之後發現草叢裡面也有叫聲，肯定是学飞的紅嘴藍鵲，然後掉下來了。找一下，就在這個位置。剛才叫聲就是從這裡面發出來的。哎，在這裡看到了，的確是学飛的。哎，挺怕人的。我們給它撿起來，放到樹上去，不然在這個位置，不是被蛇給吃掉了，就是被貓給吃掉了。在這裡，它膽子好小哦。一般這種在戶外，我們聽到它一直在叫，基本上就是一種情況，它們的父母長期沒有餵它們，特別餓，不然的話它們都是很安靜的。它好怕我啊，抓也抓不到它。現在看得清楚了吧？這上面是一片竹林，每年都有紅嘴藍鵲在這裡築巢，所以說掉到這個位置也屬於很正常的現象。哎呦，沒抓到嘞，它還直接飛走了，這也太怕人了吧，野性十足啊！要不是擔心它被貓給吃掉，我真的不想管它。我從玉米地一路追它，稍微靠近一下它就跑了，飛又飞不起來，又跑到別人家菜地來了。
看起來就不太聰明的樣子。我已經听到他們父母的叫聲了。這一次我們稍微慢一點，看我一下把它給抓住，然後放到樹上去。中！哎呀，終於把它給抓到了。這倔強的小脾氣，可急死我了。看它這個長相，明顯就是不太聰明的樣子，像個青蛙一樣。你說你飛不起來，還喜歡到處亂跑，怎麼不躲起來嘞？看，這就是他們的父母，剛才一直在旁邊着急的大叫嘞。把它放到这一片竹林裡面去，這樣就安全很多。每一窩小鳥裡面總有那麼1到2隻比較笨，所以說它們基本上成活率很低。我們適當的輔助它們一下，下次別讓我遇到你了啊！走你，還是可以飛的哦。看，站在樹枝上，只要它們站到樹枝上，那基本上就算是比較安全的。然後母鳥再餵它们2天，它们的飞行能力就会越来越强，基本上就安全了。這一片竹林每年都會有紅嘴藍鵲築巢，聽一下，他們的父母已經在召喚他們了。好了好了，我們只能幫到這裡了，祝他們好運。趕緊把水倒掉了，看一下，還好還沒死。我真的是打死都想不到，有一天這個家伙會鑽到這個瓶子裡面去。被我發現之後，趕緊把水給全部倒掉了。剛才我試圖把它給倒出來，出不來呀，然後又拽它的腿，它拼命的掙扎，我怕把它腿給扯斷了，所以說我準備把瓶子給鋸開。這下好了吧？浪費我一個儲存水的瓶子，不過這個家伙還活着，也是萬幸，求生欲特別強，爪子的抓力還行，應該是沒啥事兒。這要換成其他的鳥，可能早就淹死了。我真的很好奇，它鑽到瓶子裡面是去幹啥去了。還好我要拿桶給鴿子換水，結果就發現這個家伙在裡面。一開始我還想着肯定救不活了，趕緊把水給倒了，沒想到它還是活的。找個籠子先把它關起來，然後讓它羽毛晾乾。現在溫度特別高，不需要用吹風機給它吹。就這裡吧，可能半個小時羽毛就乾了。等一會兒我們再過來看一下，看起來問題不大。我之前不是給大家說我們這邊長期停水嗎？所以我買了很多桶裝水。這個桶用完之後，等有水的時候會儲存很多水，餵鳥啊、餵雞啊、餵鴨子啊都可以。結果就出了這事兒。要說別的鳥往裡面鑽，我還想得通，這玩意兒鑽進去幹嘛呀？而且我發現桶裡面還有一塊肉，我懷疑是不是他想把肉藏到桶裡面去，然後掉下去了。現在外面的溫度很高，在外面吹了半個小時的風，羽毛基本上已經乾了，不過狀態還是有一點點差。來試一下你現在的這種狀態，敢不敢動鴿子？其實平時它也不敢啊，血脈還沒有覺醒，不然的話早都把它放到山上去了。這一隻鴿子就不能看到我，看到我之後不停地轉圈圈。來呀，攻擊伯勞啊！它不敢，有血脈壓制。給它整了一個麵包蟲，它直接飛到樹上去了，看起來是沒啥事兒啊。狀態沒有正常的時候好，不過相信過幾個小時就會恢復，已經沒啥事兒了，救回來了。我又撿到小鳥了，身上濕漉漉的，一隻剛學飛的黃藤鳥。昨天也是下了半天的暴雨啊，積水挺多的。我剛剛吃完飯，騎着我的小電驢，說帶布丁出去溜達一圈，結果就在這邊發現這個家伙在水坑裡面。還好水不是特別深，不然的話它已經淹死了。正常情況下，這種學飛鳥如果不是因為它的翅膀打濕了，基本上是抓不到的。我已經聽到了它父母的呼喚，就在前面那一片菜地裡面。哎，這裡剛剛我看到還有一隻，布丁聞了一下它，一下就鑽到這一塊紅薯地去了。看來這是一窩啊，都在這裡。我已經看到它的父母了，好着急呀，在那裡叫的。這家伙也是真奇怪，孩子掉到水溝裡面，不管不問，被我救起來了。他現在着急了，本來我準備把這個家伙直接放了的，
但是這身上濕漉漉的，離家又近，我決定帶回去用吹風機給它羽毛吹乾了再帶出來放，這樣它的生存几率更大一些。正準備回家的時候，你們看我在這裡又發现了一個啥？菜地裡面撿了一顆蛋，也不知道是雞蛋還是鴨蛋，已經爆漿了，就原地放生吧。給這家伙帶回來，我剛回家拿個吹風機的功夫，它就跑了，飛又飛不起来。用吹風機把它身上的羽毛吹乾，這樣它生存下嚟的概率就會大很多。最近經常下暴雨，加上鳥都在繁殖最後一窩，所以幼鳥還是挺多的。沒有被我們遇到一個算了，適者生存嘛。要是遇到了，偶爾給它輔助一下，它就可以活下去。主要要把它肚子上的羽毛給吹乾。這種幼鳥肚子上經常都是光禿禿的，受涼之後死亡率是很高的。現在全身的羽毛已經被我給吹乾了，是不是立馬就不一樣了？看起來呆萌呆萌的。而且我用吹風機給它吹羽毛的時候，它好像特別享受，一動不动。現在帶去放生。戶外碰到這種幼鳥，什麼地方撿到的，就在附近找合適的位置放生。這一塊離馬路稍微遠一點，而且遮擋物比較多，就在這兒給它放了。哎，我發現這幫家伙特別喜歡這一塊紅薯地呀，這只也鑽到紅薯地去了，飛行能力還挺強的。而且它的父母又過來了，已經發現它了，我們趕緊走。這貨有點過分了，走的時候還在我手上拉一坨大便，擦乾淨帶狗子去玩。這一條沒人要的流浪狗也追過來了，怎麼就没人把它撿回去養着嘞？天天跟着我們家布丁，带布丁在這個路口吹吹風，挺涼快的。不過我總感覺要下暴雨了，那一條小狗子已經跑了，出來還不到10多分鐘，下大了，溜了，回家去。希望那個小家伙能挺過這一場暴雨，祝福他吧。早上又整了40斤鴿糧回來的，現在鴿子越來越多，真的是特能造，每個月打底都是40斤。關鍵是送別人的幾隻鴿子全部都飛回來了，感覺以後送鴿子不能送得太近了，沒啥用，一下就飛回来了。有一隻送出去的鴿子飛回來之後，被我家另外一隻鴿子給欺負慘了，好幾次都掉到池塘裡面，被我救起來了，又掉下去了。這一隻太瘦了，所以老是被欺負。等一會兒把它關起來養一段時間，好難搞啊！送得近的它們飛回來，遠一點又運輸不了。最近的私信60%都是問我要鴿子的，好多地址都發過來了。這東西運輸不了，活物不能快遞，不然的話可能有100萬隻都是不夠送哦。其實我比較在意的是這2隻天天咬我的公鴿子，這一隻嘴巴比較短，咬人特別舒服，我每天都要讓它咬2口。這一隻也特別喜歡咬我，它嘴巴比較長，咬人相對來說痛一點，不過也還好吧。對的，這一隻母鴿子我也挺喜歡的，不過它不會主動攻擊我，都是我惹它之後它才會咬我，也特別有意思。這個家伙，你說你們幾個怎麼都喜歡攻擊我嘞？你們就不能互相咬一下嗎？來，放到一起，轉移矛盾，互相攻擊，不好使啊。他們看清楚是同類之後就不打了，然後還是喜歡打我。鴿子從上面咬我的手，腳下有鴨子咬我的腿。這幾天我发現這幾隻鴨子又開始喜歡咬人了，別說鴨子咬人是真痛啊。所以說呢，作為比較喜歡拱火的我，必須要給他們制造一點矛盾，讓他們互相攻擊，總要心裡找一點平衡試試。哎，幹得好，幹得好，鴿子你是好樣了，真沒用。這麼大的塊頭居然打不過一隻鴿子，落荒而逃啊！其實我主要是想看這玩意兒被揍，這家伙太彪悍了。家裡目前養的動物好像還沒有能打得過他的。這家伙偶爾能偷襲他一下，但是多數都是輸的。來，獎勵你咬我一口。好，差不多了。這家伙好像又下蛋了，現在已經發展到半個月繁殖一窩了。速度真的是恐怖如斯啊！我逗鴿子的時候，總感覺有水落在我頭上。抬頭一看，一隻土話梅在這裡洗澡嘞。
這上面有水嗎？還真有，這是以前餵魔術哥的。這個水是真髒啊，這樣都能洗澡。本來還想給它挠個癢癢的，這家伙警惕性好高啊，一下就跑了。一般的鳥在洗完澡之後，羽毛打濕了，飞行能力會下降，所以它們的警惕性会变得特別高，這是它們的天性。現在羽毛乾了就下來了，看它的樣子好像不想讓我給它挠癢癢嘞。算了算了，你自己玩吧，再見。